一開始，蒼鷺問他：“你感覺怎麼樣啊？”蛤蟆先生的反應，跟我們很多人一模一樣，就是那種反射性的回答。哦，很好啊，謝謝關心。真正的改變是從停止指責，並且為自己的情緒、為自己的選擇負起100%的責任，那一刻才真正開始。歡迎來到阿冷的說房，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阿冷。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本非常特別的書，它用一個童話故事講出了我們很多人內心深處的掙扎。沒錯，就是這本經典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在開始之前，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哦。你是不是也曾經有過這種感覺？明明已經長大成人了，但腦袋裡好像總是有個聲音，一個你怎麼關都關不掉的聲音，一直在那裡碎碎念、批判自己。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今天這本書你一定要聽下去。我們今天不講那些生硬的大道理，我們要做的就是跟着書裡這隻憂鬱的蛤蟆先生一起走進諮商室，然後勇敢地問出這3個真的足以翻轉我們人生劇本的問題。第一個是，為什麼我這麼努力想要變好，可是卻一點都感覺不到快樂呢？再來，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那個最嚴厲、最苛刻的法官，偏偏就住在我的腦袋裡呢？最後第3個也是最關鍵的，我到底是在過生活，還是在玩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會輸的心理遊戲？好，就讓我們從蛤蟆先生的故事開始說起吧。好，故事的主角呢，就是我們的蛤蟆先生。他最近呢，狀況非常不好，可以說是陷入了重度的憂鬱，整個人就是提不起勁，對以前喜歡的事情現在通通失去興趣，就想把自己關在家裡。他的那些好朋友們，像是河鼠啊、某鼠啊，還有老獾，都急壞了，想盡各種辦法要讓他開心起來。但奇怪的是，不管他們怎麼做，好像都沒有用。最後，在他的朋友們可以說是半推半就之下，蛤蟆先生總算是去看心理師了。這位心理師叫做蒼鷺。一開始，蒼鷺問他：“你感覺怎麼樣啊？”蛤蟆先生的反應，跟我們很多人一模一樣，就是那種反射性的回答：“哦，很好啊，謝謝關心。”但蒼鷺不放棄，他引導蛤蟆去真正感受一下自己的內心。他拿出一個很有趣的工具，叫做情緒溫度計，1分代表糟透了，10分代表幸福快樂。結果你猜怎麼着？蛤蟆先生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直接就在代表絕望的1分跟2分之間畫下了一個重重的記號。當他終於卸下心防，能夠說出真心話的時候，他說了這麼一句話。他說：“我覺得自己一點價值都沒有，我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團亂，我簡直就是個笑話。”哇，你聽聽，這句話真的完完全全道出了他內心那種深刻的自我批判和無力感，而這也就是他憂鬱最根本的核心。所以你看，這裡就點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蛤蟆的朋友們，他們的好意是真的，但為什麼一點用都沒有？因為問題的根源根本就不在外面，而是在蛤蟆的內心。心理師蒼鷺也直接點明了，他說：“除非蛤蟆先生他自己願意投入，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不然不管誰來都不可能發生任何真正的改變。”好，這就帶我們回到了剛剛提的第一個大哉問：為什麼我們這麼努力想讓自己變好，讓生活變好，卻好像怎麼樣都得不到真正的快樂？想要找到答案，我們就必須跟着蛤蟆先生一起坐上時光機，回到他的童年，去一探究竟。在蒼鷺的引導下，蛤蟆開始回憶他的童年。在他的記憶裡，父親的形象是怎麼樣的呢？非常嚴厲，要求超級高，好像他不管做什麼，永遠都達不到爸爸的標準。那媽媽呢？媽媽就是很安靜，總是聽爸爸的，很少給他一個溫暖的擁抱，也很少直接表達關愛。你可以想象嗎？他整個童年基本上都活在一個巨大的陰影底下，那個陰影就叫做我不夠。OK， 講到這裡，書中就帶出了一個心理學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兒童自我狀態。這聽起來有點學術，但其實很簡單。它指的就是我們從童年時期保留下來的一整套感覺啦、態度啦，還有行為模式。講白話一點，它就是住在我們每個人心裡頭的那個內在小孩。有了這個概念，我們回頭看蛤蟆的行為就豁然開朗了。
你有沒有發現，每次老獾或河鼠這些朋友，就是那些看起來比較有權威感的朋友，一批評他，蛤蟆的反應是什麼？他不是去解釋，而是馬上道歉，拼命討好，想盡辦法讓對方不要生氣。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就是他小時候為了躲避爸爸的怒火學會的一套生存策略。這個兒童自我狀態，在他長大成人之後，還在不知不覺中主導着他的一舉一動。那這個一直批判自己的聲音，這個住在我們腦袋裡比誰都嚴厲的法官，他到底是誰？從哪裡來的？好，這就帶我們來到了今天的第二個核心問題。這個內在的法官力量真的非常強大，它就像一把看不見的錘子，一直在蛤蟆的腦袋裡敲啊敲的，不斷告訴他：你真的很糟，你看你又做錯了。就是這個聲音讓他一直卡在自我否定的回圈裡，根本出不來。書裡有句話說得特別好，他說：再也沒有一種批評比自我批評更強烈，也没有任何法官比自己更嚴苛。你想想是不是這樣？很多時候別人說我們一句，我們可能很快就忘了，但是我們自己罵自己的那些話，卻可能跟着我們一輩子，真的比任何外來的指責都更傷人。所以這個內在法官到底是誰？答案揭曉，心理學給了我們一個名詞，叫做父母自我狀態。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們在小時候就把父母的聲音，特別是那些批評、規定還有價值觀，像錄音帶一樣，整個內建到自己的大腦裡了。所以當蛤蟆長大後在批判自己的時候，他其實只是在無意識地按下播放鍵，重播他爸爸當年對他說的那些話而已。好，我們現在知道了，我們內心住着一個內在小孩，還有一個內在父母。那接下來就要進入今天最燒腦，但也最關鍵的第三個問題了。你是在真實裡過生活，還是在不知不覺中玩一場注定會輸的心理遊戲？心理遊戲這個詞聽起來好像很複雜，但其實它的結構很簡單，它總是在兩個層次上運作。一個是社交層面，也就是我們表面上說的話、做的事看起來都很正常，沒什麼問題，但底下還藏着一個心理層面，這裡面有一個隱藏的連我們自己可能都沒察覺到的動機，而這個遊戲的最終結果幾乎永遠都是導向一個負面的結局。書裡面舉了好幾個很常見的心理遊戲哦，比方說有一種叫做可憐的我，玩這個遊戲的人會不斷讓自己陷入各種麻煩，目的就是要證明，你看我好可憐，我就是個受害者。還有一種叫我總算逮到你了，你這個混蛋。玩這個遊戲的人呢，會一直等着抓別人小辮子，後來證明自己是對的，是優越的。還有一個我們可能都聽過的，就是為什麼倒霉的總是我，用來證明自己就是個無力的倒霉鬼。你會發現這些遊戲的真正目的從來都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要去強化我們內心深處一個早已存在的負面信念。那為什麼我們要玩這種穩輸的遊戲呢？原因就是我們想要去印證一個東西，叫做人生位置。這是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決定好的一個对於自己和別人的根本看法。以蛤蟆先生為例，他的人生位置就是我不好，但你好。所以你看，他就会不自觉地去玩那個可憐我的遊戲，讓自己不斷搞砸，然後心裡就會想，你看吧，我就說我不好嘛。這就變成了一個不斷自我應驗的悲慘預言。講了這麼多，聽起來好像很絕望，對吧？別擔心，當然有解方。那到底該怎麼跳出這個可怕的循環，把人生的主導權重新拿回來呢？答案很簡單，就是啟動我們內心的成人自我狀態。在蛤蟆的整個諮商過程中，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捩點，就是他終於意識到，他不能再怪任何人了，不能怪老獾太兇，不能怪朋友不理解他，甚至不能再怪他童年的父母。他懂了，真正的改变是從停止指責，並且為自己的情緒、為自己的選擇負起100%的責任，那一刻才真正開始。這就是成人自我狀態的強大之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公司裡最冷靜、最理性的 CEO， 他既不像父母狀態那樣只會批評跟下指導棋，
它也不像兒童狀態那樣，動不動就被情緒牽着鼻子走。它是我們性格中那個能夠客觀評估當下狀況，做出清醒的決定，並且在內在父母和內在小孩之間扮演一個超級重要的協調者的角色。所以改變的路線圖其實非常清楚。第一步叫做覺察，你得先看見自己慣性的行為模式是什麼，你情緒的按鈕又是被什麼東西觸發的。再來第二步叫做負責，這一步很難，但非常關鍵，就是你要打從心底接受我的感覺，最終是我自己可以選擇的。有了前面這兩步，你才能来到第三步，也就是選擇。當那個舊的模式、舊的感覺又來的時候，你有意識地選擇用一個新的、更成熟的成人狀態去回應它。蛤蟆先生的故事其實就是我們很多人的故事。他告訴我們，沒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本在童年時期就已經被寫好的人生劇本。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永遠都有權利拿起筆，為這本劇本寫下一個全新的篇章。所以最後這個問題，我想留給你自己：你人生的劇本，下一章你打算讓誰來寫呢？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請務必幫我按個喜歡，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哦。也別忘了訂閱阿冷的書房，然後打開旁邊的小鈴鐺，這樣我們每周分享含金量滿滿的好書時，你就不會錯過嘍。